你好，欢迎来到结构思考力网络课堂，带你一起学习结构会议力，让我帮你来摆脱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糟糕会议。我是结构思考力的创始人李中秋。在上一个模块的3讲里我们分别从参与会议的3种角色：会议发起者、会议主持人和参会者应该如何结构化的参与会议进行了分享。那么这个模块我们会从3种会议类型进行展开。首先第6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提升管理效率的例会要怎么开。那提到例会呢，一定不陌生，对吧？绝大多数人都参与过周例会、月例会、季度例会等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年会呢其实也是例会的一种形式。当然，还有一些任务比较繁重的部门呢，还可能经常会开日例会。所以但凡是周期性的、固定时间的、固定参与对象的会议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叫例会。不过呢，提到例会很多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试着回忆一下，你每次面对即将召开的例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像下边这案例的刘经理一样的感受啊？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来。这个刘经理呢，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骨干，他经常抱怨说我们公司经常开会，每天开、每周开、每月开，但是有用吗？例会就是一个过堂会，每个员工挨个发言，挨个汇报。然后自己说的时候就长篇大论，也不关心别人听没听进去。其他同事发言的时候就埋头干自己的事儿。这种例会我是真的不想参加，耽误时间整理资料不说一不小心迟到或者没有参加，还扣这扣那，真让人烦。还有的时候领导呢站在上面一顿输出我觉得干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干，我觉得那件事情应该那么干，底下呢一片沉默。你说这样的例会真的有用吗？那么对于他的这样的苦恼，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答案是不一样的，而背后的原因在于说，如果你参与的例会是高效的，你会觉得例会肯定有用；而如果你所参与的例会呢，仅仅是走过场，仅仅是一言堂，仅仅是在日常工作当中增加了你的一些负担，一定和他一样有苦恼，认为例会可能没什么用。那我们不禁要问了，究竟例会到底该怎么开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先搞清楚例会召开究竟是有什么目的。我们把目的搞清楚了，才能够找到怎样高效的开会的方法。我查了一下，在百度百科当中呢，对例会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例会呢只依据约定的惯例，每隔一定的周期举行的一次会议。最常见的是办公会。通常例会的进行需要制度的规范，又称例会制度。例会的目的呢是实现有效管理，促进公司上下的沟通与合作，提高公司各个部门执行工作目标的效率，追踪各个部门的工作进度，集思广益提出改进性和开展性的工作方案，协调各部门的工作方法、工作进度、人员及设备的调配等等如果我们把里面重要的字标红，你会发现例会的目的叫做实现有效管理，提升效率，追踪进展，提出方案，然后协调以上所有工作。所以你看例会呢所承载的作用和想要达到的目的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你会不会开，该开呢还是得开，只不过我们应该高效的开。那既然例会的目的我们知道了，为了实现有效管理，那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些管理大师们给例会的一些好的建议。好，那我们看一下在《掌控力》这本书当中呢，对例会呢有比较深刻的介绍。我们一起看作者认为呢，定期开会能够保持公司的活力，但他同时也表示说，我所说的并不是冗长的乏味的会议，而是有具体的议程，贯穿各个部门，保持公司健康发展的会议。他就主张企业或者团体应该实行行之有效的例会机制。这种机制最起码包含2种会议类型。第一种叫做季度例会，第二种呢叫做周例会。不过这里我并不会直接套用和分享在书中所有的建议和全流程，因为里边有一些工具跟方法是需要对整本书进行贯彻之后才能达成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将会为大家展示2种结构化例会的流程。首先我们来看90天一次的季度例会到底该怎么开。首先我们强调一下，待会儿要展开的会议流程是建立在罗伯特议事规则和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模块里所讲的不同的参会角色应该做好哪些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展开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结构化会议所主张的季度会议大致流程是怎样的呢？
好，包含以下的内容啊。首先，第一个是3分钟的开场过渡，半个小时的工作回顾，半个小时左右的审核进度，半个小时左右的任务确认，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问题解决，最后呢是半个小时的下一步的具体的工作安排，以及10分钟左右的会议总结。那整体流程走下来以后呢，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称为什么4小时季度会流程。那第一个流程呢是3分钟左右的开场过渡，这个过渡呢既可以是主持人提纲挈领的把这次例会的主题讲一下，也可以什么所有参会人每人分享一个好消息。在这里呢，我建议呢是采用第2种方法，因为既然是例会嘛，那我们会议的目标和会议的信息应该在之前已经形成共识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而每个人分享一个好消息，则可以什么快速的让大家进入到发言或者是参会的状态当中来。而且啊，好消息呢还能给大家带来振奋的作用。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讲一讲，我们是不是和某个公司达成了什么战略合作呀？是不是有什么新产品顺利的通过测试啊？等等等等都可以。甚至啊，不局限于工作当中的好消息，生活当中的、学习当中的也可以讲一讲。假如我们用好消息开场，那么这个时候啊，主持人呢就可以带着大家进入下个流程，叫做回顾上一期的工作或者叫任务。我们把这个流程呢叫做回顾工作用总分。这个总分有2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先说整个组织的整体工作情况，再由每个人或每个部门阐述自己的工作情况。那还有一个含义则是什么呢？在阐述总目标或者部门个体目标的时候，其中的总可以是 KPI，也可以是 OKR 当中所包含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最好是季度目标。而之后呢，分呢，则是说支撑这个目标的关键结果。好，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销售部在回顾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讲：我们部门呢，上个季度的产品销售目标是1000万啊，客户满意度为90%。那因为我们总共有3位销售同事，所以我们将这个目标呢拆分成了每个岗位目标。其中啊，销售人员 A、B、C 呢分别领到的任务是 A 销售额为400万，他需要将自己的客户满意度在之前的基础上再提升10%。B 销售员的目标呢是300万，他需要将自己的客户满意度再提升13%。C 销售员的目标呢是200万，他需要将自己的客户满意度再提升8个百分点。以上呢就是我们部门的主要任务。当然啊，除了销售额和客户满意度以外，他们可能还有一些日常的客户拜访维护啊、新客户的开拓、跨部门的工作支持等等啊。如果比较重要，也可以补充进来讲。好，到这里呢，我们的任务回顾就完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什么审核进度环节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目标是这么定的，但其实我们的工作执行完到底是怎么样的，或多或少呢和目标都会有些偏差，要么是正向的，要么是负向的。但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我们都需要什么？用数据来进行对比。一般在比较之后啊，我们把落后的进行一些特殊的标注，从而为我们后续的工作任务的方向呢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工作任务也回顾完了以后，数据也对比完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就确定一下下一个季度的主要任务了。这个任务啊，大概率来讲，其实和上一个季度的任务是类似的，只不过啊，在数据上有一些工作重心要稍微的进行什么调整。当然这些都没有关系啊，我们无论说季度与季度之间的工作任务是接近还是不同，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并不是任务本身，而是什么呢？而是任务的对齐。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个公式，叫做2个力的夹角越小合力越大。对齐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目标一致。方法也很简单，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每个季度的目标都已经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定了一个规划了。现在上一个季度结果已经出来了，那么在结果的基础之上呢，稍微的对目标进行一下修整之后呢，需要每个团队的内部要对这个修整之后的目标达成一种共识。如果这样的共识和认同产生了分歧，那怎么办呢？就尽量的把这个分歧给它消灭掉，或者是调整目标，或者是调整每个人的预期。而在工作任务回顾和进度审核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已经发现了一些进度是落后的，或者我们在确认下一个季度任务重点的时候，个体的认知和组织的目标有一些偏差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下个流程是干嘛呢？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过程啊，一开始我讲了，至少占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整个季度会议当中占比是最长的一个流程。但即使是这样，各位一定也知道，
解决问题是最消耗时间的。你一定好奇啊，在这个环节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进行比较清晰的、明确的分析和解决的？当然是有的。在我们结构思考力当中呢，有一门课程叫做结构思考力透过结构看问题解决。课程内容比较多，我这里呢就不详细展开讲了。不过里边呢所倡导的结构化解决问题的5个步骤，是可以拿来用到季度会议解决问题这个环节当中的。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第一步呢，由这个问题的提出者清晰地描述自己的问题究竟有哪些方面的表现，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了什么程度，和谁有关，大概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啊？没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5W2H 的方式来把问题怎么描述清楚。那第二步呢，当所有的与会人员对问题本身都比较明确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到拆解问题的过程了。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步一步找到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的过程。具体的操作呢，就是在第一步当中，我们问出了5W2H 的问题，其中的 Why 就是原因项，而追问根本原因的过程是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说，当你遇到工作完不成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有什么原因呢？可能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比如说自身没有做好，工作环境影响，工作方法不对，管理者或同事不配合等等啊。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可以再往下再问几个为什么。比如你会发现自身能力不足最明显，为什么能力不足啊？你想了一下，发现是没有提升意愿。那为什么没有提升意愿呢？原来是没有人教，也没有人带。这个时候会发现啊，好像接近根本原因了。那么第3步也就来了，就是什么叫制定方案。那既然工作完不成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人教，没有人带，那公司是不是要建立导师机制啊？老人带新人呢，或者是外聘导师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种解决方案，那就要做一个选择和决策，也就是要进入到解决问题的第4步，确定好选择哪种方案啊。确定好之后呢，就进行最后一步，叫初步的制定一个行动计划。那计划一出，就自然而然的拆分到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当中去了。那这也是我们整个季度会议的第6个流程。那下一步进入到具体工作的部署环节。那结合原本年度制定的本季度的计划，上一季度超额完成或未达成的目标，对本季度计划产生的调整，再加上解决问题所制定的新的计划，就形成了每个部门或每个人下一步的具体的工作。那在这一步当中啊，我建议大家用这样一个句子去阐述每一项工作，叫做什么呢？叫做 Who, Do, What, By, When and How to, How much。 那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就是谁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时段如何做啊，以及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会与小刘一起呢，在之后2周内使用规定模板来制作项目的投标文件，完成全部文件制作，并通过内部的评审验收。所以啊，这一个流程呢，需要大家阐述的是接下来在一个季度刚开始需要着手做的具体的事情。那接下来呢，就是季度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会议总结。这个流程啊，建议每个人谈3点看法。第一个呢，是本次会议的反馈；第二个，他们的会议预期是否实现；第3个，给本次会议打分，分值呢从1分到10分。那会议反馈呢，主要是讲一下自己在会议上啊获得了什么，明确了什么，会议的预期呢是否实现，判断一下自己的问题是否被解决，自己的疑惑是否被解答。打分呢，则可以作为以后会议迭代的依据。那说完了季度例会，我们再来快速的看一下周例会怎么开。因为啊，每周的工作要远远少于季度工作，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把周例会的时间呢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虽然时间变少了，不过大概的流程和季度例会是类似的，分为开场过渡、数据通报、季度任务复核、问题列举、问题解决和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和会议总结。周例会的开场方法呢和季度例会一样，比如说每人分享一个好消息。而在第2个环节啊，可以由团队一起来审核几个公司最重要的数据，确保全员呢都朝着实现目标的正确方向前行。比如说每周销售额、潜在客户数、成交量等等啊。对于有问题的数据呢，在发现问题后要将其列入到问题列表，等到待会儿的讨论环节进行讨论。那周例会的第3个流程啊是季度任务的复核。那不管怎么样啊，
季度任务算是阶段性的方向，每周复核一下，可以确保我们的方向的正确性。数据通报也做完了，任务复核也做完了，那第4个环节就要列举问题的环节了。那在这个环节啊，缺资源的呢就要申请资源，缺配合的就要申请支援。一些工作呢需要其他部门协调呢，也可以在这个环节提出来。因为周例会的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所以啊在问题解决这个环节呢，不要投入过多的时间。如果前一个环节列举的问题比较多，那么我们需要在场所有人进行一次投票，根据轻重缓急为列表当中的问题呢排个顺序，先解决什么最重要的前3个或者是1个问题。那如果问题比较少啊，那这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启动处理方案了，或者把这个问题什么分配给某一个人或某个部门去自行解决就可以了。周例会的第6个环节需要确定的内容是大家本周或下周的工作承诺，比如说周5前跟所有客户确认一次，周3前一定完成发货，这样的立即就会着手做的事情。那最后一步的总结呢，则建议大家可以简要的复述工作安排上的内容，确保相关责任人记录自己的工作，再次明确职责。好啊，到这里的第6讲的内容就要结束了。本讲主要的关注的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的季度例会和周例会。那么下一节啊，我们来看一看为了解决问题的研讨会要怎么开。我是李中秋，我们下一讲见。